你一定会觉得我在危言耸听。奇亚籽不是超级食物吗？不是被誉为自然界的营养炸弹吗？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养生博主，哪个不再推荐它？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奇亚籽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的。它的确有营养，但 90% 的人都在用一种完全错误的方式吃它，不但白白浪费了营养，甚至有人因此被送进手术室，原因竟然是肠阻塞。更可怕的是，有整整4类人一口都不能碰。今天这期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对奇亚籽的所有认知，建议你看到最后。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件事，奇亚籽到底是什么？它凭什么被封为超级食物？奇亚籽的英文叫 Chia Seed， 来自一种学名叫茜欧鼠尾草的植物。这种植物原产于墨西哥和瓜地马拉一带。你可能不知道，早在几千年前，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就已经在食用奇亚籽了。在古纳瓦特尔语中，奇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力量。传说阿兹特克的战士和信使在长途奔跑时，就靠一小袋奇亚籽维持体力。一勺奇亚籽加水，就能让一个成年男子撑过一整天的行军。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谱？但当你看完它的营养成分表，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古人如此依赖它。每100克奇亚籽大约含有16克蛋白质、34克膳食纤维，还有将近31克的脂肪。但你别被脂肪这个词吓到，这里面大约 60% 是 Omega-3 脂肪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脂肪 Omega-3 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已经被无数研究证实了。除此之外，奇亚籽还富含钙，含量大约是牛奶的6倍，还有铁、锌、镁、磷、维生素 B 群、抗氧化物质。光看这些数据，你会觉得这简直是老天爷打翻了营养罐子，全撒在这颗小种子上了。但有意思的是，这么营养的东西，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中美洲以后，却几乎消失了整整500年。为什么？因为阿兹特克人会在宗教仪式上使用奇亚籽，西班牙人认为这是异教的象征，于是下令禁止种植。你能想象吗？一颗小小的种子，因为宗教政治原因被封杀了5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一些农业学家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偏远山区重新发现了野生的奇亚籽种群，才开始恢复种植。到了大约2009年前后，奇亚籽突然在欧美的健康食品圈爆红，被各路网红和养生博主捧上了天。从此它的价格一路飙升，从一种没人认识的小种子变成了超市货架上最贵的食材之一。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一种食物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商业推广的力度，而不是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被称为超级食物的东西，往往都来自遥远的、异国的、听起来很神秘的地方，因为这样才能卖出高价啊！如果我告诉你，你家楼下菜市场的地瓜叶、黑芝麻、红豆，营养价值一点都不输奇亚籽，你还会花10倍的价钱去买它吗？好啦，话题扯远了，我们回到正题。所以问题来了，既然它这么好，为什么我说 90% 的人都吃错了？答案就藏在奇亚籽最神奇也最危险的一个特性里，那就是它的吸水膨胀能力。你拿一勺干燥的奇亚籽，大约15克左右，把它丢进水里，15分钟后你再去看，你会发现那一小勺奇亚籽已经膨胀到原来体积的10倍甚至12倍。它的表面会形成一层透明的凝胶状粘液，把每一颗小种子都包裹起来。这层凝胶的主要成分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就像一个微型水球，吸饱了水分以后变得又大又滑。听起来很酷，对不对？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你想想看，如果你直接把干燥的奇亚籽倒进嘴里，嚼都不嚼就配水吞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它会在你的食道里开始吸水膨胀。食道是什么？那是一根直径大概只有2到3公分的管道。一勺奇亚籽在你食道里膨胀到10倍大，你猜会怎样？2014年，美国就出过这样一个真实案例。一位39岁的男性在吃下1大汤匙干燥奇亚籽后，立刻喝了1杯水，结果奇亚籽在他食道中迅速膨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凝胶团块，完全堵住了食道。他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呼吸开始困难，最后被紧急送医。
医生不得不用内视镜一点一点把那个凝胶球从他食道里取出来。这位男子本身有食道狭窄的病史，但医生特别强调，就算是食道完全正常的人，如果一次吃太多干燥奇亚籽，再配大量液体，同样有发生阻塞的风险。这还不是最吓人的，奇亚籽的膨胀如果发生在肠道里，那就是另一个层级的问题了。你吃下去的干奇亚籽如果没有提前充分泡发，它就会在你的胃和肠道里继续吸水，它会从你肠道里的食物残渣和肠壁黏膜中夺取水分，让原本正常流动的肠内溶物变得又干又硬。同时，膨胀后的奇亚籽凝胶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通过肠道的正常蠕动被排出，最终结果就是肠阻塞，医学上叫做肠梗阻。轻微的肠梗阻会让你腹胀、腹痛、恶心呕吐，排不出气也排不出便。严重的肠梗阻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导致肠壁缺血坏死，那就必须动手术切肠子了。你现在还觉得奇亚籽是随便抓一把往嘴里塞的东西吗？这里我要多讲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点。奇亚籽在肠道里膨胀以后形成的那层凝胶，其实是一种叫做粘多糖的物质。这种物质本身不是坏东西，适量摄入的话，它可以像一把温柔的扫帚，慢慢推动肠道里的废物往前走，同时还能当作肠道益生菌的食物，帮助你维持健康的肠道菌群生态。但关键就在适量2个字，如果量太大，这些粘多糖就不是扫帚了，而是一堵墙。它会在你的肠道里形成一个又黏又大的凝胶块，不但自己走不动，还把后面所有的食物残渣都堵住了。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有些人天天吃奇亚籽都没事？这就跟每个人的肠道条件不一样有关了。有些人的肠道蠕动功能特别好，消化液分泌旺盛，肠道直径也比较宽，所以即使吃下去没有完全泡发的奇亚籽，他的身体也能处理得了。但有些人的肠道本身就偏慢偏窄，平时就容易便秘或胀气，这种人吃了未泡发的奇亚籽就特别容易出问题。而且随着年纪增长，人的肠道蠕动功能是会逐渐减退的。你20岁的时候吃了没事，不代表你50岁的时候吃了还是没事。所以不要拿别人的经验来赌自己的健康。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很多人第一次吃奇亚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胀气和放屁，这是为什么？因为你的肠道菌群还不适应。人的肠道里住着大约30多万亿个微生物，它们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当你突然大量引入一种它们不熟悉的膳食纤维，这些微生物为了分解消化这些新食物，会拼命的发酵，产生大量的甲烷、氢气和二氧化碳。这就是你胀气和放屁的原因。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吃奇亚籽，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吃1-2汤匙。正确的做法是先从每天半汤匙开始，让你的肠道菌群有一个适应的过程，1周后再慢慢增加到1汤匙，2周后再增加到1汤匙半或2汤匙。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非常重要，却几乎没有养生博主会告诉你。另外，你一定听过奇亚籽和亚麻籽、罗勒籽的比较吧？很多人分不清这3种东西，甚至以为它们可以互相替代。其实这3种籽差别挺大的。亚麻籽和奇亚籽一样，富含 Omega-3 和膳食纤维，但亚麻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外壳比奇亚籽更硬。如果你不把亚麻籽磨碎，那营养基本上完全无法被吸收，比奇亚籽还严重。所以亚麻籽必须磨粉吃。而罗勒籽，也就是你喝泰式奶茶时看到的那些 QQ 的黑色小球，它的膨胀速度比奇亚籽快得多，泡水后几乎瞬间就会形成凝胶层。罗勒籽的蛋白质和 Omega-3 含量不如奇亚籽，但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更高，饱足感也更强。所以这3种籽各有优缺点，不存在谁碾压谁的关系。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身体状况来选就好。好，那正确的吃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原则，先泡再吃。你在吃奇亚籽之前，一定要让它在液体中充分浸泡至少15到20分钟，最好是泡30分钟以上，让它完全膨胀成凝胶状态。这时候你再吃，它就不会在你体内继续抢水了，而是已经饱含水分，
可以顺畅地通过你的消化道。泡奇亚籽的液体可以是清水、牛奶、植物奶、果汁都可以，比例大概是1份奇亚籽对上10份液体。比如1汤匙奇亚籽大概15克，加150毫升的液体，搅拌均匀，静置至少15分钟。你会看到它变成一碗类似珍珠西米露的东西，滑滑的 QQ 的，这就对了。但是光知道先泡再吃还不够，很多人在泡发以后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吃太多。你别看奇亚籽一颗那么小，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恐怖的，每100克奇亚籽里有34克膳食纤维。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取的膳食纤维大约是25到30克，也就是说你吃不到100克奇亚籽，一天的纤维量就已经爆表了。如果你一下子摄入太多膳食纤维，你的肠道会交通大堵塞，肠道菌群在发酵这些纤维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气体，你会胀气、放屁、腹痛、腹泻。所以一般建议每天吃奇亚籽的量控制在15到25克左右就够了，也就是1到2汤匙。别以为越多越好，这玩意儿真的不是多多益善。第3个常见的错误是把奇亚籽当万能药。很多养生博主会告诉你，奇亚籽可以减肥、降血糖、降血脂、抗发炎、预防心血管疾病，说的好像吃了奇亚籽就能百病不侵一样。奇亚籽的确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这我不否认。但目前大部分关于奇亚籽功效的研究，要么是动物实验，要么是小规模的人体试验，而且结论往往是有一定的辅助效果，而不是可以治疗或预防某种疾病。你不能指望靠每天1勺奇亚籽就把三高吃回正常值，那是不可能的。它是一种营养补充，不是药物。如果你有任何慢性病，该吃的药还是要吃，该看的医生还是要看。第4个错误，也是最多人忽略的，就是不嚼就吞。奇亚籽那么小，很多人觉得嚼也嚼不碎，干脆直接吞就好。可问题是，奇亚籽的外壳其实相当坚硬，如果你不把它嚼碎或者打碎，那颗种子会完整的通过你的消化道，然后完整的从另一头出来。你以为你吸收了里面的 Omega-3 和蛋白质，抱歉，一点都没有，它只是借你的肠子走了一趟观光而已。所以最好的做法是，要么泡发后仔细咀嚼，要么提前用研磨机把奇亚籽磨成粉再使用。磨成粉以后，你可以加进面团里做面包，可以撒在沙拉上，可以加进汤里，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出里面的营养。不过要注意，磨碎后的奇亚籽比较容易氧化，最好现磨现用，或者密封冷藏保存，2周内吃完。说到具体的吃法，我再给大家介绍几种既安全又好吃的方式。第一种也是最经典的，就是做奇亚籽布丁。做法非常简单，2汤匙奇亚籽加上1杯大约240毫升的牛奶或植物奶，搅拌均匀，盖上盖子，放进冰箱冷藏过夜。第2天早上拿出来，你会发现它变成了一碗质地像布丁一样的东西，加一些水果、坚果或者蜂蜜，就是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奇亚籽经过了1整夜的充分浸泡，完全膨胀，安全性最高。第2种是加进果昔里，但注意，不是把干奇亚籽直接丢进果汁机里打。正确的做法是先把奇亚籽泡好，泡成凝胶状态以后，再和水果、蔬菜一起放进果汁机打，这样既能保证安全，打出来的果昔口感也会更浓稠滑顺。第3种是做烘焙替代品，你知道吗？泡发后的奇亚籽凝胶可以用来替代烘焙食谱中的鸡蛋，比例大概是1汤匙奇亚籽加3汤匙水，泡15分钟后就相当于1颗鸡蛋的作用。这对素食者或者对蛋过敏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你可以用它来做松饼、马芬、饼干，成品口感跟用鸡蛋做的几乎没什么差别。第4种是撒在做好的食物上面，比如沙拉、粥、汤，做好以后撒一点泡发过的奇亚籽在上面，但记住，一定是泡发过的，不是干燥的。很多人图方便，直接撒干奇亚籽在沙拉上，觉得嚼一嚼就好。可是你想想，沙拉的水分有限，
那些干奇亚籽在你嘴巴里粘在牙缝中，到了食道和肠道里才开始膨胀，这不等于给自己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吗？好了，讲完吃法，现在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哪4类人绝对不能吃奇亚籽？第一类就是有吞咽困难或食道疾病的人，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有食道狭窄、食道迟缓，不能食道裂孔散气，或者曾经做过食道手术，任何可能影响食物正常通过食道的情况，你都不应该吃奇亚籽。哪怕是泡发过的那个滑溜溜的凝胶质地，也可能在你狭窄的食道里造成堵塞。曾有医师指出，这类患者因为吞咽功能本身就有障碍，奇亚籽的凝胶特性会放大阻塞风险好几倍。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吞咽方面的问题，请直接把奇亚籽从你的食物清单上划掉。第二类是对奇亚籽过敏或者对芝麻、薄荷、芥末籽等唇形科植物过敏的人。没错，奇亚籽其实和薄荷、罗勒是亲戚，它们都属于唇形科。如果你对这个科的植物有过敏史，那你吃奇亚籽也很可能会过敏。过敏反应轻的话，可能是皮肤起疹子、嘴巴发痒、眼睛肿胀；重的话，可能引发全身性的过敏反应，也就是过敏性休克，那是会要命的。另外，有些研究发现奇亚籽和芝麻之间存在交叉过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芝麻过敏，你吃奇亚籽也可能出问题。所以，如果你本身是过敏体质，或者家族中有食物过敏史，第一次吃奇亚籽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先少量试吃，观察身体反应。第三类是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或降血压药物的人，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但非常重要。奇亚籽里面含有大量的 Omega-3 脂肪酸， Omega-3 本身就有轻微的抗凝血作用，也就是让血液不那么容易凝固。如果你正在吃华法林、阿司匹林或者其他抗凝血药物，在同时大量摄入奇亚籽的 Omega-3， 可能会让抗凝血效果叠加，增加出血的风险。同样的道理，奇亚籽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会影响血压。如果你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物，同时又大量吃奇亚籽，可能会让血压降得过低，出现头晕、无力甚至昏厥的症状。所以如果你正在服用这些药物，在吃奇亚籽之前，一定要先咨询你的医师或药师，让专业人士帮你评估是否安全，以及安全的用量是多少。第四类是本身有严重肠胃疾病的人，比如克隆氏症、溃疡性结肠炎、肠燥症严重发作期，或者近期做过肠道手术的人。前面我们说了，奇亚籽含有极高的膳食纤维，而且膨胀后体积巨大。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这些纤维是好东西，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但对于肠道本身就在发炎、溃疡或者功能紊乱的人来说，这些纤维就是火上浇油，它会刺激已经发炎的肠壁，加重疼痛和腹泻。膨胀后的凝胶体积还可能在狭窄或发炎的肠段形成堵塞。有些肠燥症患者吃了奇亚籽以后，症状直接加重好几倍。所以如果你有严重的肠胃疾病，真的不要跟风吃奇亚籽，老老实实听医生的话，比什么超级食物都管用。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那孕妇和小孩可以吃吗？答案是可以的，但要特别小心。孕妇吃奇亚籽要注意适量，因为过多的膳食纤维可能会加重孕期本来就容易出现的腹胀和消化不良，而且孕妇的肠道蠕动速度本来就比较慢，大量奇亚籽可能增加便秘的风险。至于小孩，特别是3岁以下的幼儿，因为他们的食道和消化道都比成人小很多，奇亚籽膨胀后的体积对他们来说更危险。所以如果要给小孩吃，一定要充分泡发、磨碎，少量添加在食物里，绝对不能让他们直接吃干燥的奇亚籽。顺带一提，很多人买了奇亚籽回家，随便往厨房柜子里一丢就不管了。你知道吗？奇亚籽的保存方式也很有讲究，因为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不饱和脂肪酸最怕的就是光照、高温和空气。如果你把奇亚籽放在透明的袋子里，摆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又不密封，那里面的 Omega-3 会加速氧化变质，
氧化后的脂肪酸不但失去了营养价值，还会产生有害的过氧化物，吃了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正确的保存方式是密封闭光，放在阴凉干燥处。如果你买的量比较大，短期内吃不完，最好分装后放进冰箱冷藏，可以保存1到2年。磨成粉的奇亚籽氧化速度更快，冷藏也最好2周内吃完。买的时候也要注意看保存期限和包装是否完整，不要贪便宜买散装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货架上暴露了多久。现在我们再来深入聊聊奇亚籽和减肥之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你去搜寻奇亚籽减肥，保证出来一大堆文章告诉你奇亚籽是天然的减肥神器。理由是什么呢？第一，它膨胀后体积大，吃下去以后占据胃部空间，让你有饱足感，自然就吃得少了。第二，它的膳食纤维可以延缓消化速度，让血糖上升的比较慢，避免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脂肪囤积。第三，它含有蛋白质，蛋白质是所有营养素中饱足感最强的，可以帮你抑制食欲。这些说法对不对？从理论上来讲，每一条都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从理论到实际中间差了10万8千里。你知道吗？科学家们其实做过不少关于奇亚籽与减肥的临床试验，结果呢，大部分试验的结论是单纯补充奇亚籽，在不改变其他饮食和运动习惯的情况下，对体重的影响并不显著。2015年，一项发表在营养学期刊上的荟萃分析汇整了多项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结论是奇亚籽补充对体重、腰围和体脂肪的改善效果，在统计学上并不具有显著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你什么都不改变，只是每天多吃1-2勺奇亚籽，你大概率不会因此瘦下来。为什么？因为奇亚籽本身也是有热量的每100克奇亚籽大约有486大卡的热量，你吃的那一汤匙大概15克，就已经有73大卡了。如果你一天吃2汤匙，那就是将近150大卡。这些热量可不会因为它是超级食物就自动消失。如果你在原本的饮食基础上额外多吃奇亚籽，而不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你的总热量摄入其实是增加的。增加热量摄入怎么可能减肥？所以奇亚籽能不能帮助减肥？也许可以，但前提是你用它来替换掉一些高热量、低营养的食物，而不是在原本的饮食上额外添加。再来聊聊奇亚籽和血糖的关系，这也是被吹得很厉害的一个点。有些研究确实发现，奇亚籽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减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从而降低餐后血糖的上升幅度。但这个效果并不是奇亚籽独有的，任何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都有类似的效果，比如燕麦、洋车前籽、亚麻籽。而且这个效果的大小取决于你吃了多少奇亚籽，以及你和奇亚籽一起吃了什么。如果你吃了一大碗白米饭配1小勺奇亚籽，别指望那1勺奇亚籽能阻止你的血糖飙升，它的纤维量远远不够抵消那碗白米饭带来的血糖冲击。关于 Omega-3， 这可能是奇亚籽最被高估的一个卖点了。没错，奇亚籽确实含有大量的 Omega-3 脂肪酸，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奇亚籽中的 Omega-3 是 ALA， 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而不是 EPA 和 DHA。EPA 和 DHA 才是真正被大量研究证实对心血管和大脑健康有直接益处的 Omega-3 类型。ALA 需要在人体内转化为 EPA 和 DHA 才能发挥作用，但这个转化率非常低，通常只有 5% 到 10%， 甚至更低。也就是说，你从奇亚籽里吃进去那么多 ALA， 最后真正能被你身体利用的 EPA 和 DHA 其实很少很少。如果你真的想补充有效的 Omega-3， 吃深海鱼或者直接吃鱼油补充剂，效率要高得多得多。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我好像在全盘否定奇亚籽。不，我的意思不是奇亚籽不好，而是我们需要用一个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去看待它。它是一种营养密度不错的种子类食物，可以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但它不是神药，不是万能丹，更不是你健康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
最后我想讲一个有趣的小知识，你知道奇亚籽除了吃还能干嘛吗？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有一种非常火爆的玩具，叫做 Chia Pet， 就是一个陶瓷做的动物造型，你把奇亚籽涂在上面，每天浇水，过几天奇亚籽就会发芽，长出绿色的毛发，看起来就像一只长了草的小动物。这个玩具风靡了整整20多年，销量超过1000万。讽刺的是，当年美国人是把奇亚籽当玩具用的，根本没人想到要吃它。直到大约2009年前后，奇亚籽才被重新发现，被贴上超级食物的标签，身价从玩具原料一路飙升到健康食品界的顶流。同样一颗小种子，身份转换得如此戏剧化，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好了，今天关于奇亚籽的真相就聊到这里，最后再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奇亚籽是一种不错的食物，但绝对不是超级食物。正确的吃法是先泡再吃，充分浸泡，适量食用，尽量嚼碎或磨粉。四类人不能碰：吞咽障碍者、唇形科过敏者、服用抗凝血或降压药者、严重肠胃疾病者。记住，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单独拯救你的健康。真正的养生是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再加上一颗放松的心。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用，别忘了点赞，分享给你身边正在吃奇亚籽的朋友。也许你的一次分享就能让他们避免一次急诊。